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同样呢，收看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现在呢，打开你们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精心的各种各样的奖品，每一份呢都承载着我们满满的祝福和心意。赶快行动，赢取属于你们的甜蜜惊喜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是永无止境的，它不会因为走进婚姻而终止。大家好，我是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要好好生活，好好恋爱。大家好，我是莎娜。在婚姻生活当中呢，情绪价值抵万金，只有接得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Hello， 大家好，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木姐。在感情里面没有正确的选择，而是如何把你的选择做正确。大家好，我是曲伟。虚弱的人给出的爱呢是控制，而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允许。好的，再一次欢迎各位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2岁，来自天津销售；李女士32岁，来自山西，全职主妇。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在你眼里，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甩手掌柜，为了孩子，我现在做全职主妇，他就觉得整个家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总是逃避他当父亲的责任。他总是爱埋怨，一身负能量，处理不好婆媳关系，跟我爸也有矛盾。你们为婚姻尝试过什么改变吗？我们俩尝试过带着孩子离开我爸妈出去住，结果过得一地鸡毛。你们的婚姻处于什么状态？他不敢出去工作，不敢把孩子给我妈，感觉我俩走进了死胡同。我觉得我在他们家人的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听完了这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瞬间有点压抑。全职宝妈，对，现在婚姻走进了死胡同，觉得感情很冷淡。对，是这样的，主持人，就开始的时候我俩人没有那么冷淡，我们俩人结婚的时候吧，过得还挺好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家给了20万的彩礼嘛，我媳妇儿嘛也把20万带回来了，因为我当时的话是买车买房，就是给我们小家用嘛，对吧？我对她就感觉特别的惭愧，心里特别内疚啊，那段时间。后来的话，我就是做了一些这个投资理财，挣了点钱。我呢跟朋友一起做嘛，我也想的话，为了家的话多挣点嘛。当时就这个想法。我挣的时候没说我，但是后来的话，我就可能赔了10几万，对吧？这有赚有赔啊，就一直在埋怨我。当时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当时跟我商量这件事，我说这个东西咱们不要轻易触碰，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然后我们仅有的财产你一下全拿出去做了投资。但是的话，他之前的话就一直会念叨啊，我拿那20万的彩礼给你了，对吧？给你买车买房了，就总是去说这件事儿。你挣钱也挣不了多少钱，上来就说我，天天回去就说我，那还说啊，我回山西吧，咱们俩人别过了，天天那样说，那我怎么着？我每天的话我不难受啊？那我不难受吗？我自己在家，你说我一个人，我一个孕妇，我也没法。我不是也想着让你过上好点生活吗？哎，你俩结婚多长时间了？我俩目前结婚4年了。孩子几岁了？孩子目前1岁半。谈恋爱的时候谈了多久结婚的？谈恋爱的时候大概谈了4、5年吧，然后结婚了。4、5年，那感情挺深、挺稳定的，走进婚姻。对，就证明这个婚姻走的还是挺谨慎的哈。但是后来您知道吧的话，还不仅这一件事儿。你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是农村的啊，冬天很冷嘛，是那种调节的那种手动调节的那种暖气。然后我妈妈的话给孩子的话就是你暖和点啊，对吧？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当时孩子出生我是剖腹产，然后婆婆呢就主动过来说帮我一起带孩子。当时的话那个医生出院的时候嘱咐了，孩子怕热不怕冷。然后回到家之后，我婆婆她把家里的温度呢调到60度，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她盖个大厚被子，导致她第2天早上起来，她那个眼睛那儿长满了眼屎。她肯定不想让孩子冻着呀。还不止这一件事情哈。还有更离谱的，当时我们去了医院，然后医生给拿了那个药膏，我每天都给他得
抹这个药膏，然后就是热的孩子是不是起那个湿疹了，对吧？对。但是在他们这个农村人眼里，他们觉得这个孩子长湿疹就应该用那个土偏方。我婆婆在我没有经过我允许之下，她抱着孩子去了旁边那一家，说那个老太太说了，那个土偏方那可以治这个孩子这个湿疹很有效果，然后她都过去给他抹上了，抹完这他反倒是起的更多了。那当时的是你跟我着急是怎么说的？是因为说啊，你妈妈的话该偷着抹，对吧？然后你去跟你妈妈说，我觉得我作为母亲，我有这个知情权，对吧？他瞒着我去做，这只是一件小事，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行为，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行为，对吧？他这个行为很过分，我就接受不了。是我知道，但是的话，就每天我下班回来就一直说。那回有一次的话，我感觉做的稍微有点过分吧，什么？对吧？就是有一次的话，那孩子玩个小鸡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说，你买个小鸡，你看看把孩子弄的。那不是，那会儿孩子大一点了，我们在廊坊市区买了房子，然后正在装修，然后装修师傅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看一看该怎么弄，我就跟那个我婆婆请了半天假，我说婆婆，我说你帮我带好孩子，我说家里的家务呢，等我回来我自己做。我出去了，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婆婆她在那儿又收拾家务又洗衣服，把孩子呢就扔给了我老公的爷爷，然后我就看着孩子脸上到处是划痕，然后手上臭臭的，我就问他爷，我说他干嘛了？他说他让他玩小鸡了，然后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洗手嘛。晚上到了12点钟，我摸着他身上特别烫啊，我就感觉他这个不对劲儿啊，我就让我老公我说赶紧拿个体温表来测，一测他39度4，哎呦把我吓一跳，我那会儿我都。我手足无措，我赶紧叫上他，我们就去了医院，去挂了急诊嘛。医生说这是属于细菌性感染，然后回来一直这个发烧干嘛？我就让我老公呢，就说跟我婆婆沟通一下，他就对我一顿数落，一顿埋怨。我不是埋怨你，那我爷爷的话他又不懂，可是他怎么跟他说呀？他答应我了，说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我只让他帮我看了半天时间，他怎么就能？那你那回的话还有一次什么呢？那有一次的话，你在冰箱上啪贴一个辅食表。那个是因为什么？他们老你让人家一看的话，我们家孩子都……那他们老不中医嘱的原因，你们老不中医嘱，那是因为孩子1岁了，他长了8颗牙，然后他在我婆婆和我老公还他公公他们家的人眼里啊，就觉得孩子1岁了长8颗牙，他就应该这个吃大人的饭没问题了，然后导致孩子老去医院，他积食，9个月可以吃点鱼肉啊，吃点肉都可以的。现在好多小孩都在吃的鱼。谁告诉你的？你不要辩解了，反正你爸妈做的都是对的，他都是错的就可以了。对，我就跟个外人一样，我实在没办法，我跟他们讲不清道理，我就做了一张辅食表，而且我那张辅食表是根据这个儿保医生给我推荐的，我就跟儿保医生咨询了，然后人家给我推荐的，我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回来之后，我婆婆他们坚持了5天吧，又该喂孩子这个大人的饭，我就很无奈，真的有时候特别心疼。你为啥不自己喂？因为这个我做饭很不擅长。然后我就很无奈，不仅这一次，那一次的话，就是我老公让我先去吃饭，我们吃饭需要换着吃嘛。然后他就看着孩子，他带孩子去那个大厅里，然后就把他放到沙发上，然后他自己呢就去拿手机，拿手机一瞬间过来把孩子栽到地上了，就从沙发上掉地上了。然后那一次我听见了，我过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他就把责任都推到孩子身上了。我觉得孩子磕磕碰碰的话也很正常呀，下回小心点不就行了吗？是正常。那回来的话，你又跟我吵架，又摔茶杯，又摔碗的，那。哦，别过了，又回山西了，又回老家了，那干嘛呀？跟我说，我肯定改呀。那是我的问题吗？你们干嘛不用心？这么小孩子你就让他遭这么多罪，你不心疼吗？好像不是你们家孩子一样。我没想让他栽下去呀。反正我们就有时候谁带孩子不小心，我们就非常我跟你说没法沟通了，就沟通不了，我都不想跟他过了，就因为这件事情，我都不想跟他过了。我就这些事情。你们俩现在还在婆家住吗？我们俩现在在。我以前的话，我们俩人就是说尝试过自己出去过海。出去过咋样啊？不是太好。我妈那边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总是拿我去做传话筒，然后让我去说，你说我这么大人怎么说，对吧？然后她说行，别让你妈管了，对吧？然后回来我们俩出去吧。我当时的话一直在廊坊工作不嘛，然后在廊坊附近我就租了个房子，我们3口人出去了之后，总是觉得我下班晚不回来，然后逃避。我感觉当时的话，他是有点产后抑郁的。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当时说，我和他妈妈关系紧张，然后他说我们出去单顾，然后我们住的那地方离他公司特别近嘛，总共就几分钟的路程，然后他下班呢频率还没有回老家的那频率高呢，就是不是回老家的频率高啊，我下班之后我跑我滴滴，是最起码买菜的用我吧，对吧？咱们自己出吧，是没错，我自己一个人上班。你是下班了之后还会去跑滴滴，再赚点外快，我下班之后，是吧？我中午还给他做饭呢，晚上做完饭，我去跑我滴滴，但他有时候啊，挣点钱，对吧？挣点钱的话，咱最起码够买菜的呀。他有一次，他带他朋友回去，然后他做完饭，他们吃完了，我在那儿喂孩子呢，他就和他朋友去次卧那儿，然后谈笑风生，然后聊天。我在这边喂完孩子，我还没有吃饭呢，然后我给你做饭了呀。对着他朋友没有办法说他。我同事来到家里，人家来到家里，我得客气点呀，我还得陪人家呀。是，我来，你为啥不做饭？因为我顾不上，那会儿还小，我们去廊坊那会儿孩子才刚刚5个月左右，顾不上做饭，再加上你厨艺不精，你刚才说到你不会做饭，对，是吧？对，所以你丈夫每天上班下班回来专程为你做饭，这是事实吗？好，那我当时的话我还难受呢，对吧？停，每天的话就说你下班之后不回来，对吧？停，我怎么了？冷静，我腾根烟的时间我都没有。你也没对我孩子上心，我感觉我挺委屈的，对吧？我怎么委屈？说吧。我每天回来，我当时就想着为了家分担，多赚点儿，哪怕多赚几百块钱。你看，又是房租，又是房贷的压力。那孩子的话，以后大了喝个奶粉什么，当时是为了母乳嘛。我当时想的话挺多的，其实我想着多分担一些，然后很努力的在生活，回来就一直埋怨我。我下班之后，我压力我也很大。然后我俩就商量的话，那就别在这儿住了，对吧？就回老家吧。就回老家呗。因为之前的时候跟我妈就遇到很多矛盾不嘛，刚出生的时候。回老家之后的话，我妈妈心里也有隔阂，就是很简单，她带的孩子，让我妈妈做饭、收拾家务，对吧？很正常吧。然后她就觉得我妈妈给她收拾家务的时候，把被子呀或者钱包呀。给他放到不知道的地方了，找不着了，可能是家庭观念问题吧。我婆婆她就是动我的柜子，我也就算她是好心，但是我婆婆她记性不好，她随意翻了我柜子，她把我那钱包什么东西给我放了，我问她的时候，她又想不起来，然后我找半天左右我才能够找着。不是我妈妈，当时的话就跟我说啊，你别让你妈妈翻我柜子了。那你是这样说的对吧？让我跟她去说，我说我怎么去说呀？那是你妈妈，不是我妈妈。你说但是我妈妈就是想着。他当时就是想着那个给你收拾家务，就很正常的去整理。我说你跟妈妈商量商量，我说别让他动我的东西，因为他记性不好，他放了之后，我有时候急用东西我是找不见的。你说的话，你别让你妈妈翻我柜子，对吧？晚上跟我大吵一架，当天晚上的话，那街坊邻居都听见了，吵架。又摔茶杯，让人家怎么看呀？街坊邻居谁摔茶杯呀？当时是我摔的，我确实是我摔的。我还以为就是说你是摔的，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感觉我老公他情绪有时候特别不稳定，他不管谁在场，把那个事全都怪我身上，然后回来说我传的不好，然后怎么样的，那街坊邻居都听见了，回来我很生气，对吧？孩子也哭了，让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看？你说是？你除了跟婆婆有矛盾，跟我爸也有。那会儿的话更搞笑，那会儿我们刚结了婚没多久，我老公他就想去我们老家那边看看，说是看有没有机会。然后走之前呢，我就吩咐他，我说你一定要跟父母说好，一定要告诉他们一声。然后我们就走了。什么机会？就做事业，对，创业，自己创业。我会做饭嘛，想开个小餐馆啥的这样。走到半路上，我公公就打过电话来，然后他就一顿对我埋怨。他上来他就说：“你怎么把我儿子拐跑了？”当时我就确定我老公没有跟他父母说。你说了吗？我当时没说，因为我感觉的话。都这么大了，然后我就说的话，我可能出去几天。你们就只是先去看看有没有对，就了解一下。但是我公公上来的话，他就对我误解特别深。那也不怨你公公，因为你公公确实不知情啊。然后回来之后还什么呢？他半年没跟我爸说话。那不是我的问题，我很尊重我公公。但就是因为我爸看孩子的话，都得趴窗头看一眼，他看自己孙女都不行。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当初的话，你爸来了，我是说了，我开门，我说是让他进来，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公公就因为那件事情，他对我误解特别深，半年不说话。对，我公公几乎不过来我这边，从孩子出生趴墙头。不，他孩子出生，我公公都没有去过。然后你跟婆婆的矛盾也是从生完孩子之后开始产生的，对对对，我们之前都挺好。现在你们还住在你们原来离婆婆很近的那个房子里，是吗？现在我们是对暂时住在，因为那个买那房子还在装修。现在跟婆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
跟婆婆怎么样？反正现在目前就是总是吵架，然后一回来的话就跟我吵。就是前些日子还有一次的话，我妈妈可能看着孩子，就是不小心的话就也是磕着了一下，对吧？然后的话在中间的话说的挺那什么，我妈妈就也哭了。我这么远嫁过来的话，为什么你每一次说话都这么夸大其词，都像你爸妈呢？他好些时候他就是夸大其词。那确实是事实啊，这东西。我跟我婆婆从来没有说是正面冲突过，我都是让她说。既然你的妻子没有跟婆婆直接冲突，那这个婆婆哭是怎么回事？就一直念叨嘛，念叨别把孩子别摔着了，你小心点怎么样的。那我妈啪的一下，哎呀，你孩子真看不了了，这么多事儿啊。反正也确实是你说的还是妻子说的？她说的。对呀，那你用了什么语言去把你的母亲给说哭了呀？这是你表达方法的问题吧？我有点表达方法，所以你不能都赖你妻子啊。我抛开你们爸爸妈妈不说啊，我们就现在好好认真的问问自己，你还爱你老婆吗？我爱。妻子，你还爱你老公吗？爱。我就是这么哭我就是觉得的话，他有的时候特别爱埋怨，您知道吧？那有一次的话，你说我也是看他的话，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孩子，不跟外界接触。然后我就是说我带我朋友来家里吃个饭吧，我们那个天津人嘛，就爱开个玩笑，是吧？说个相声啥的，类似于。然后我朋友的话来到家里开玩笑，你那个鱼啊做的不好，然后盐少放了。然后拿的这个酒的话，可能没有那么高档，就开个玩笑说一句而已。但他那个朋友那个态度，就搭着二郎腿，就跟教训这个孩子一样。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用这种语气跟我老公说话，他毕竟辛苦的在给他们做饭，我都受不了，我就感觉特别委屈。我说你怎么能听了？甚至他朋友有时候就会说他，就是你娶的什么媳妇儿呀，什么也不帮你做，也不帮你打下手。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给你怀孕，你还看我手机？那就是我们跟朋友的话，对吧？那他刚才说的话，就只是我们在群里，我们有小群，就没事聊个天闲扯淡而已，你知道吧？这都是同一个朋友是吗？不是，就是2、3个朋友。不同的朋友说的就是你的发小是吧？是发小，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聊天，我就感觉他们说话我觉得没有那么。他们夸你的话，你看到了吗？有夸过你吗？没有。人家不也夸过吗？真漂亮。就是见面的时候，当面的时候，他一定夸过你。不是当面夸背后损，这人不行啊！你自己在群里面有吐槽你媳妇吗？这个很重要。我没有吐槽。今儿这俩人，感觉站台上都够委屈的，每个人是一肚子的委屈，都感觉这个委屈都已经宣泄不出来了。确实，这日子可能过到现在稀里糊涂、一地鸡毛、鸡零狗碎的，所以真的今天需要各位老师帮他们好好的梳理一下。我先问一下李先生和乔女士，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有啥想说的吗？我觉得他俩沟通有挺大问题的，就是不管是他们俩互相之间的沟通，还是跟父母的沟通。我就是觉得这个男士吧，可能性子还是比较急一些，如果性子再稳一稳呢，可能还是能减少一些矛盾。谢谢二位啊！哎呀，接下来就拜托各位老师了。婆媳矛盾关键在丈夫，你让他去传话，传的可能都是原话，传的可能都是情绪，而且让老人更加感觉这个媳妇不好。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做丈夫的，他既要顾及妈妈的亲情，同时也要保护妻子的爱情。我们说做婆婆的，如果疼爱儿子，她会主动忍让，但是做妻子的，如果疼爱丈夫，也会主动和解，你也没去做。所以你们现在的婆媳矛盾不是一个僵局，而且是恶性循环。他的暴躁脾气让他更加感觉到他无法去面对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很简单，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想维系下去，还真要适度去溶解婆媳矛盾，否则我武断的说一句，你们今天不散，你们这段婚姻会散在婆媳矛盾。日子过得那么糟心，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事儿还不只是婆媳矛盾，这个事儿4个死结。哪4个死结？我给你归纳一下，它叫高要求、
低能力、高敏感、低情商，这4个死结你们同时存在。高要求，比如说妻子说孩子要吃辅食，当然要吃辅食，没有任何毛病，但你自己做不了，这就是问题。如果你真的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去学？我知道你孩子撒不开手，那么多的妈妈她在做辅食，她可能别的事儿她可能就不干了，家务可能少干点也没事儿，但我做辅食我一定要学，为什么？因为那是真的对我孩子好的，入嘴的我要吃的。你这个明明是你最关心的事儿，但你没有去学，没有去做，你找了个借口说我要做家务。高敏感低情商，你明知道你老婆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你明知道可能你爸你妈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人，你作为儿子在这件事情上你给3个人带去的全部都是负能量。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但是你在任何一个关键节点你大吼大叫。我以前很好，我知道，对吧？我知道这是压力，就是一直在去说我，一直说我，我肯定我知道。你看我跟你的对话，你声音提起来的时候，我是把声音压下来了，但是你依然停下了你的声音。沟通不是谁吼的响，谁就能把对方压制住的。你妻子因为她的敏感，她只能吐槽，她只能喋喋不休。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再大的压力，那么好，这个时候我让你想一想，我让你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家庭里面是母亲和妻子的情绪更重要，还是跑滴滴多挣200块钱重要？肯定是情绪更重要。对，但是你没有抚慰他们的情绪，你承受压力的这个时间，你去跑了滴滴，这是你的决策错误。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协调家庭的矛盾。2位，我希望你们听明白，一个好的家庭需要3种人。第一种人是专门赚钱的，第2种人是专门管家的，第3种人是专门宣泄情绪的。结果你们赚钱的那个人没把钱赚好，管家的人没把家管好，宣泄情绪的人干脆就没有。所以日子要过下去，好好听清楚我今天说的这一番话，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改良的地方。妻子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你和你爹你妈多聊聊，多谈谈天，都不需要说你老婆说孩子，就多陪陪他们。现在赚钱这个事儿不是你们这个家最重要的事儿，所有人的情绪把事儿都聊开是你需要做的事儿。你们2个人知道刚才在台上这状态像什么吗？你们都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住了，听不到对方，甚至包括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你们2个人都不太愿意听，因为你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会让你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个家里面，你任何人、任何情绪都看不到，你们家里面爱是不流动的。我觉得2个人都特别的委屈，也都想把这日子过好，但是都无能为力。为啥？因为你们除了会埋怨，除了只想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只想倾吐自己的委屈，根本不想去看对方。你一直说你妻子爱抱怨，你不爱抱怨吗？夫妻2个人就是一面镜子，你看他什么样，你也是什么样。你一直也在抱怨啊，先生。今天我其实更多的是想说说女士，你当妈没有当在点儿上。你去指责你老公，指责你公公，指责你婆婆的时候，你怎么不指责你自己呢？最基本的一个辅食都不会做的妈，我真的觉得天下没几个。你从来不往自己身上找问题。你说你远嫁，你觉得自己特委屈特可怜，远嫁有人逼你吗？自己选的吧。没有那个能力，为什么要选择远嫁？到了这个城市生活，你有这个适应的能力吗？没有。你到现在有朋友吗？你在这个城市有自己能够叫得出来吃个饭喝个咖啡聊个天的姐妹吗？在这个城市除了你老公和你公婆还有你孩子，你还有啥？工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是之前做什么工作的，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这样你放过了你自己，你也放过了你们全家人，甚至放过了你的孩子。还有先生，我觉得更多的给予一个刚刚生育完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女人一些包容吧，因为她不容易，
她现在很可能是处于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孩子刚刚1岁半，女性在生完孩子2年之内的激素都是不稳定的，她很容易哭，很容易敏感，她很容易对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在意，有一些是她生理性的，所以多抱抱你老婆，给她一些爱。在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责任与边界的模糊，尤其是先生，你没有把自己儿子跟丈夫的角色去弄清楚。如果说你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就一定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做一定干嘛？切割。你要学会把自己摆在一个丈夫的位置上。有些话，他作为老婆，你们是一家人，他可以给你如实的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但是你中间这个传话筒，你得干嘛？调整一下，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用什么样的措辞，这是你需要去动脑子解决的。那说到妻子的部分，你要学会跟婆婆相处呀，你不能把我的这个责任，我的这个义务，我就丢给先生，反正我有什么不爽的对你们家，我就跟你说，你去解决，这是不对的。这是你作为在妻子这个角色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学会跟婆婆、公公相处，也是你必备的一项技能，必须掌握。而且老人帮忙是情分，不是本分。不管他今天做得好还是不好，首先你要有一颗感恩之心，你不能一方面享受老人对你的好，一方面我要去吐槽，这是有问题的。现在对你们来讲，在婚姻关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点，还有就是关于沟通。男人也可以说软话，不是男人我就得摔东西，我这大嗓门，老婆说一句我顶10句，这不是真男人。真男人就是事儿我默默干了，但是话我不会要求说出来让你来认。我知道我是个爷们儿就够了，咱立得住就行了，拿行动做，我不需要嘴巴上去叫去喊，不然你做了10分的事儿，在你老婆心里面只有5分了。这就像你讨厌你媳妇儿的负能量，觉得她天天在家叨叨叨叨叨，你想想刚刚如果在这里摆个镜子一看，你跟她又有何区别呢？所以作为男人干嘛？少说多做，偶尔的宣泄一下可以，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常态。还有一点，你媳妇说到一个就是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你要理解她，她是你老婆，她不管怎么样不会害你，她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她更多看到的是觉得好像你跟发小的相处，你委屈了，她在心疼你。所以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男人，成熟男人，他说笑一笑，抱一抱，好的好的老婆我知道了。女人要的是这个东西，不是你跟她去辩论，不是说啊1、2、3、4我这朋友怎么样你不懂，不是，好的老婆我知道了，好啦我一定会改，抱一个，实在不行还说拨上去，堵住嘴，说不了了，解决了。所以婚姻关系智慧的经营。谢谢木姐。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木姐的观众朋友，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只要去关注木姐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你只要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可以收到新人礼。我刚才脑子里一直在想啊，就是丈夫的那几个朋友，乍一听呢，哎呦真讨厌。但是我仔细一琢磨，我说不对，我说这几个朋友说的哪句话是假的呀？说的都到点儿上。说妻子孩子照顾的不怎么样，说错了吗？说丈夫你这个菜里头放盐放多了，是不是就放多了？哎，那为什么人家说的这些真话不爱听，可老公觉得没问题？我在想，其实他们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你们俩之间的镜子。本来夫妻应该是镜子的，但你们把夫妻的关系当成了放大镜，净看对方缺点了。为什么朋友说你都听，你也不埋怨？为什么呀？因为的话，就是我知道他们什么样呀。对，就是开个玩笑嘛。对，人家这玩笑里说的还到点儿上，人没瞎开玩笑，人没造谣，而且你懂他没有恶意。但是他的那些所谓的你说抱怨，他的那些宣泄的情绪，难道他有错吗？他有恶意吗？没有。但为什么他说一句话你都听不下去啊？在台上他说半句，你马上就抢，你辩解什么呀？你有没有跟朋友那种共情啊？我知道，我懂他，他没这心眼儿，在他身上有没有用到啊？没有啊。所以你们俩先放松吧，都挺不容易的，就互相多一些理解，你们才真正更应该是共患难的朋友。然后去多听一些真实的话，谁真在帮你？婆婆真的是一边哭一边帮你和孩子做饭呀，对不对？真是在帮你收拾你的东西呀。
人家真是记性不好，忘了在哪里啊，放到哪里去了呀？为什么不能看到人的好？所以先做朋友，好不好？先做好朋友，至少能够理解，能听对方说的话。那接下来您二位呢，坐在那儿休息一下，也想想老师们说的话，我们听听下一组嘉宾他们遇到的烦恼，好不好？来，两组嘉宾请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李先生49岁，来自河北网约车司机；乔女士42岁，来自北京财务。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二婚，他未婚，我努力想融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但我发现行不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对我很不信任，还时不时考验我，总想安排我。我认为这恋爱谈得挺没劲的。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别总拿忙搪塞我，得知道尊重人，得有分寸感。谈恋爱就得有好好谈的态度。别那么多事儿，谈恋爱不是道德绑架，彼此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和他恋爱，我压力挺大的。这男士说了，你这谈恋爱得有点谈恋爱的态度。女士说你别那么多事儿。你俩这恋爱怎么还谈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呢？男士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是吧？是的。大概在什么时候分开的？方便说吗？16年。分开了之后遇到了女士。对。你们两个人谈了几年了？1年多。您是一直没有？对，我是一直没有。对，没有结婚。对对对。咋一直没找到合适？年轻挺到20来岁的时候有，然后当时可能时机不对啊什么的就没结成，然后就是越待越毒嘛，越待越毒。对对对对对。那咋就看上他跟他谈了呢？他是朋友介绍的，就虽然说他二婚岁数比我大嘛，但是又比较疼人，然后呢又有点文艺范儿，然后两人呢接触下来聊的也还挺不错的，然后呢就确认关系。就交往了一段时间，但是交往一段时间发现，反正现在也是有挺多问题的。那你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吗？有女儿，跟着前妻。你接受有孩子的男人是吧？其实我开始是不太接受的，但是就接触下来，人还是确实不错嘛。然后也一点一点在接受嘛。你有见过他的孩子吗？没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你俩的事儿啊。这咋了？对一个恋爱态度感觉差距这么大呢？这个说对方事儿多，那个觉得对方态度不端正。这谈恋爱需要有个啥态度呢？我想明确一下。是这样，我们其实在一起有1年多了，但是这么长时间，这个很多事情以来呢，让我感觉他对我们这个关系可能还没有完全认可，然后对我这个人呢，还有包括我的家人啊、朋友啊，也不是很尊重。就说我这个父母的事吧，上次他们过来看我，那看我想这样难得的机会嘛，肯定也要和他见一面嘛。然后第一次跟他约时间就没有约上，他就说他工作很忙。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以后，他们要走了，要走了。我说那临走前怎么样也要安排个时间，怎么样让他们见一眼。这次倒是安排上了。但是这次来呢，人家是姗姗来迟，两手空空，而且最主要的吃饭的时候呢，也不是很能跟老人好好交流。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一个人嘛，然后又没有结过婚，本来对于见男方父母，我其实不是很想见。然后他第一次约我呢，公司安排出差，然后我就出差了大概也就2周左右吧，正好他又说父母要走了，说见一面。然后我当时呢刚出差回来，手头还一堆工作，我没想那么多，说还要带礼物啊带什么的，因为我首先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就是会面嘛，你说临时吃个饭，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各种繁文缛节的，还说哎呀你得带东西啊，得这个那，你提前也不提醒我之前又没跟这个男方父母接触过，他老是说我就是吃饭期间我不理他父母。是这样，他父母呢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们聊家长里短的事儿我又插不进去嘴，而且我这边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可能就是吃饭期间我可能还回了一些工作信息啊什么的，他可能对这个也挺有意见的。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尊重他父母不尊重他的，如果我要是真的不尊重，那我肯定都不去了，因为我本来我就不是很想去的。其实你的意思是我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我没必要见你爸妈，至少现在没有。你说和老人见不太习惯或者怎么样吧，他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交流也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次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吃个饭，这个我叫他一起也过去了，吃饭吃一半自己就走了。
他隔三差五就有这种朋友的聚会，然后还一直想拉着我，我都说了我这人比较毒，我就不愿意跟他的朋友一起聚。而且那次他们坐那儿聊天呢，男人一起嘛，肯定就是喝酒吹牛嘛。那我根本就坐不住。那你站起来走找了个理由吗？还是你没打招呼我站起来走？没有，我是先出去，然后把他叫出去了。你有跟他的朋友挨个打招呼说我有事我先走？那没有，那没有。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朋友呢，原来我们也都是工作关系认识的，那么在一起交流呢，本来也是想彼此能够在生活中能够更熟悉一些，因为我们还考虑未来有一些这个业务上的有更多的一些合作。不是你不是开网约车的吗？原来是创过业的，现在这个开网约车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个临时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工作，对，过渡。他带我去呢，给人感觉是什么？是让我去陪他应酬的啊，我就更不愿意去了。对，就是让我觉得本来上班就很累了，然后那个下了班以后我还得去陪他应酬。哎，那我问一下，女生你会把你的现在男朋友会介绍给你的朋友吗？我现在暂时不太想介绍给我的朋友。实话实说啊，因为他是外地的嘛，就是我朋友可能这方面也会有一些想法。知道你谈恋爱了吗？知道，这个是知道的啊，知道，只是没见过人。但他们不问吗？哎，你那男朋友干嘛的呀？问啊，对，你怎么回答的？那就只能说他的优点，就比如说比较疼人啊，比较那什么呀，就是简着说，就说白了不说职业，对不对？不说全貌，对，可能就也不一定说不说职业，可能就是说之前创业什么的。那我再追问一句啊，您说，你不提的是一个是不是北京人，二一个他现在的职业，还有什么？可能他离婚这个事儿也。他离婚，并且还有对他主要离婚还好，主要他有个孩子，这3件事都不想提。对，但这3件事都是关键。上次呢，他这个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刚好呢就自己安排了几天的休息时间。我说我正好到他这出差这个地方，抽个1、2天玩一玩。结果倒好，我去了之后呢，最后只聊了不到20分钟，然后他说他还忙，没办法，我就只能打道回府了。他特有意思，他是什么？他是订好了票，告诉我说啊，我明天要去你那边。然后我之前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过来出差就是比较忙，可能没有时间陪你。然后呢，他说他订好票了，提前也是说了的。但是你是跟我说要来，我也告诉你说不太方便了。然后他订好票了，我也不太好说你把票退了。我说那你就来吧。结果他来了以后，到我公司楼下，我这边还在加班呢，领导们都在那儿加班。然后我就下去就是陪他聊了一会儿嘛。然后这边电话一直催，然后他还想让我陪他吃饭，我这边工作没完，我肯定也不可能就是陪你去吃饭嘛。我说要不然你先玩2天，你自己先玩2天，等我这边的工作忙完了，然后咱们再去玩玩。结果他生气了，他当天晚上就走了。在哪儿出差呀？那个西安。哦，还挺远的。对，从北京过去的。对啊，对，正好说我说没去过，正好凑这个时间。人家是跟着公司出差的去，出差工作。不是你去酒店自己待会儿歇会儿不行吗？晚上他问题第2天他也没时间呢。那这赖他嘛？那当然了，人第2天上班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呀。是你要去的呀，是你主动去的呀，你就没必要去。那我就回来了吗？哎，对呀。其实他做这些事儿都是想证明我在乎他。对，哎呦呵，你都懂。但是我工作呀，那我工作我也不能把工作全扔那儿去陪他。他赶到西安，想制造一种浪漫，但是他在工作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一直会做这样很多测试型的事情，测试一下你对他的感情？对，我觉得是的。其实不能这么说。对，他老说不是，我觉得是。就是前阵子他摇中那个北京的车号了，摇中之后呢，他其实买个十来万的车，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呢，他跟我说他没有钱，他要跟我借钱。我觉得一个50左右的男的了，连个10万块钱的存款都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想测试我，看看，就是还是为了证明我是不是在乎他。你借了吗？没有。但是我刚好手头就没那么宽松，一下资金周转不开，差了几万块钱。那网上那么多平台，你不去试试，然后开口找自己女朋友一样合适吗？另外还有你的亲友、你的父母。是这样的，这个呢说来就话多了。我上一个公司2年多前这个我关闭，其实就中间经历过很多繁琐的过程了。该借的地方都借过了。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你找他借多少钱？
也就5、6万块钱吧。5、6万啊！你想买一个多少钱的车？多少钱的车？就这个 B 级车吧，17、18万、18、9万这个样子。17、8啊，你差5、6万。对。哦，找他借，对，他没借。如果将来我们走在一起，它也是家庭的共同财产嘛。而且况且这个，毕竟我们说现在也没有说结婚嘛。那没说到一起。如果走不到一起，这钱什么时候还？其实借不借钱是一方面，是不是怎么样确认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和对我这个确认，这是另外一方面。对，这还是测试嘛。对，他想的没错嘛。对，我就觉得他是测试。就当时介绍人介绍的时候说的是说没房没车，然后呢也没什么存款，那也就是觉得人好嘛，对吧？咱们不想那么多。结果接触一段时间，发现他廊坊那边有套房。他是这样的，这几年他首先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大额的优良资产，第二个呢，我还要考虑未来这个家庭啊，这个反正这房子不值钱，它就不叫房了，是吗？它叫房，这个没错，对吧？那你算是有一套房，你说他没房没车，他其实有房有车的是吗？车可能是没有，因为他那个网约车是租的嘛，但是他那个房子是有嘛？有的啊。对，那女生就是还有什么事儿是让你觉得说，你感觉这个男生好像都是在测试、在算计的？各种的事儿，他不是老想结婚嘛，然后就谈到这个婚前财产公证这个事儿了，然后他就问我觉得是不是人家之前前妻或者因为这个事儿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影响还是什么的？我说那做一个也没问题啊。结果他生气了，他特别生气。其实我跟他聊这个事儿，只不过是我也是在想听听他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和态度。我个人是不支持的。但是正常人的想法就是你问了，那肯定是你想做，你才会问。大哥，你问这个目的到底要测试什么？其实就是要彼此增加一些了解，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多少。你想了解什么？了解大家对同样的，比如说现在这个作为一个恋人也好，夫妻也好，三观是不是大体相当的价值观也好，或者大家的观点是不是比较一致？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是女士找您借钱买车，您借吗？比如说我们如果已经明确是要结婚的，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车就你们现在的关系，您借吗？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走到这里，你就回答借不借就行了，别是这样的。他解释的意思就是不借不用解释了，他其实说他已经说明白了。如果说我们是要结婚的，可以。那么现在好了，你应该理解他了。理解他了呀，那他又没和你要结婚，所以不借你嘛。那个时候矛盾没有激化的，所以今天到现在的程度，你说不借，当然了。哎，他对你有大方过吗？给过你钱吗？要说大方，那真是有一次大方因为我呢是不太喜欢小孩的，然后呢他呢是特别喜欢小孩，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也考虑说能不能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以后走到一起，然后也生小孩，他跟我说你要是以后生孩子生一个我给你10万，生2个我给你30万，然后对他不光是画饼，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物化女性，拿女的当生育工具，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生2、3个孩子。就是你连个5万10万都要管我借，然后你一说生孩子直接甩了30万，但我真是不能理解。这个事儿确实是代表我一个真实的态度。但是呢，我问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跟你结婚，是不是必须要生孩子？是。不生孩子行吗？不行。所以不生孩子的话，意思就是这个女人我不会娶。对。今儿来我们这儿是要干啥呀？想解决啥事儿啊？他呢是想结婚，但是我目前是不太想结婚。然后他呢是一直给我安排各种的，什么见他朋友、见他父母，包括生孩子都给我安排好了。我觉得如果要说他继续这样不改的话，我觉得交往下去也很累。你让他改什么？就别老控制我，别老什么都想他给我安排好。那男士你想解决啥呀？我想到这个年龄啊，这个能开始一段缘分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呢，我想能够把问题解决或者化解掉，那我还是希望，对吧？能够奔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你觉得女方需要改啥呀？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一个习惯性格可能和一些观点上的一些差异啊。你觉得女方爱你吗？我现在也是有疑虑的。其实我们因为你爱她吗？我们过去因为能够你爱她吗？你直接回答。好了，我曾经很好过。来，接下来，你当初喜欢他什么？其实总体接触下来的人的，尤其在初期的时候，大部分情况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一起还是不错的。你喜欢他什么？你喜欢他比你小7岁，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好的，就到这儿。那女士，你当时喜欢他，你说的是因为他幽默。一个是幽默，二一个是我觉得他性格比较好，又比较会疼人，对，会疼人，对。你都没接触他，怎么疼你呢？因为是这样，他的工作不是相对时间比较自由嘛，他会去周边的饭店啊什么的，点一些堂食的菜，然后打包给我送到公司去。外卖员啊。那我们先来问问同样来求助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啊，你们俩怎么看呀？他俩能结婚吗？你们觉得？我觉得的话，目前不太能结婚，因为那个男士的话有很多的话隐瞒，我觉得有任何事儿的话都要先跟女士说清楚吧，还是这两位三观可能不太合，然后呢，大哥有点虚伪，姐姐呢可能是没有奔着结婚这个目标走。哎，这大哥跟你老公比起来，你觉得咋样啊？我老公好一点吧，你老公更好是吧？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再婚男人最有面子的，那就是娶大龄未婚女人。朋友聚会应酬，你把他叫去，也就是为了面子。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你对这一段感情的小心翼翼，也看到了你的急于求成。很多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像西安，你认为是制造浪漫，对他来说是给他带来麻烦。虽然你说1年多了，但是这位女士，她内心分明感受到，在这一段恋情当中，她力不从心。爱情它不是捆绑，它是彼此成就，你们成就不了。我最后也提醒男生，你在这一段恋情当中没有释放出多少的爱情，你已经让他一目了然，像一张白纸的看到了。你也是充满功利心的，您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的，但是今天很显然，这样的如意算盘在他面前不奏效。为什么？因为他真实的身份是一个会计。你们俩人今天在台上把喜欢和爱表达得很淋漓尽致。喜欢是忍不住想要靠近，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你们没有无怨无悔的付出，但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所以呢，我觉得喜欢是有的，爱确实没达到。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相互之间喜欢呢？因为你们恰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乔妹，她是一个筑墙少女，她那么多年，她刚刚说了，读的时间太长了之后怎么地，其实就是不断筑墙，把墙越筑越高。她在墙里面，她是非常自洽的，所以她是很通透的。她没毛病，她一点毛病都没有。她有朋友，过得也很舒服，有你没你，她都可以过得非常的舒服。你不是，你刚好相反，你很自虐。你别看你朋友多，你又得一会儿要考虑，哎呀，我和他是不是真心交朋友，一会儿要考虑我和他有没有项目可以做，一会儿要考虑谁是我的资源，一会儿要考虑我要给别人呈现出什么样的价值，一会儿要考虑我那贷款怎么办。所有的事情你都在拧巴当中。所以你们两个人，你看，内在你很拧巴，他很通透；外在你好像看上去是非常的开放，他是筑墙的。但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你们之间相互的喜欢。这个时候好了，你看你的一个需求坏事了，就你要生孩子，而且你要抓紧时间生孩子。这个需求导致你们今天走到这儿来，因为你在一段体面的感情里面加入了一点不体面的欲望。这个欲望它现在接受不了，将来可能也接受不了。而且如果要接受你这个欲望，必须要把你们之间的关系从喜欢转化成爱，从爱转化成婚姻。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两个人就必须要长期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好了，完了。为什么？你和他两个人之间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行为方式，本来因为距离不会出现任何矛盾，现在必须要交叠，就必须要产生各种的矛盾。正是因为你刚才说的我要孩子这个事儿，这个欲望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所以这个时候你逼着他做一个决策，
就是我还要不要和你在一起，我和你的关系能不能从喜欢变成爱。从目前的角度看，他似乎是不能。所以你们两个人相互喜欢没问题，要相互爱差点火候，要结成夫妻，我目前看我认为没有可能。我觉得你俩离分手不远了，但是我是想说的是什么呢？女生既然已经空窗期到42岁了，就别将就。你不能说看到一个不讨厌的男人，然后就跟他试一试。我觉得这是在消耗你自己。你也说白了，就是你无论是按照你的要求、你的标准、你的条件去找，他一个不符合；按照你的爱呀、按照你的喜好呀什么去找，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你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他为什么会说你恋爱的态度有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你最起码态度稍微端正点儿，就是你装你稍微装一装，你现在装你都不想装，见父母啊推脱啊，见朋友掉头就走，我追到那个西安去，你说你工作，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在他看来，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态度端正点？谁谈恋爱会说出态度稍微端正点？掩饰都不想掩饰的时候，我觉得就还不如分开吧，就别再耗着了。还有一点，我觉得他离过婚，有孩子，其实在你内心深处，你完全不接受。是的。这个未来怎么相处都是个问题，你把这些问题全都抛开一边不想，所以你们俩现在活在真空的世界里，那边幻想着，哎呀，这个给我生孩子，你自己那个孩子还没养活好呢，你这边又让别人给你生，怎么可能？你们就不要欺骗对方，也不要骗自己，真诚的面对自己，面对感情，面对未来。我觉得无论到哪个年龄阶段，只要真诚，相信爱情依然存在，你一定会转角遇到爱。大哥呀，我觉得你整个人让我觉得你特像一个机器人，你是设置了程序。我现在要找老婆，然后我要生2个孩子，我的目标必须得怎么样做到，我不管他的感受。这就像你在没有经过乔女士的同意，对吧，邀请她见您的爸妈，然后带她去见您的朋友，这些都是您的节奏，您想的这段关系我要怎么去推进怎么做，但是你根本就忽略了你的另一半，他愿不愿意，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您在刚刚描述过程当中，我觉得所有的行为没有爱，只服务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让女方觉得什么，她没有感受到被爱。就包括可能您想买车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需求，但是你开的这个口的时候，会让女人觉得你不够爱我。另外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您稍微有点跌位了。刚刚乔女士说了啊，这个又杀到西安去，不经过人家的同意，然后安排这安排那，您已经是孩子他爹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多听听他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倾听他的声音，你们的关系才能走下去。因为追女人要攻心啊，这个是需要您去琢磨的一点。还有一点，有些观念有些话题不要随便聊。您就是个大直男，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咋啦？你肯定不会在台上承认我看上你北京什么房子，北京的什么车，肯定不会去说这些。但是你问出这个话会让女生体感非常不好，因为现在谁有资产谁有钱，是乔女士不是您啊，对不对？所以她站在女人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可以做没有问题，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你想去做测试，但是你这个测试是打自己的脸，所以有些话不要提不要问。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所有这种理性背后，你所有动作都是你不断的想去对方去寻求，我想把他抓住。但是当一个男人特别想去用这样的方式抓住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没有了魅力。再说下乔女士，我觉得您非常清醒，我要点个赞。我觉得没有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还是要追随自己的心，到底是进入婚姻还是不进入婚姻，都是您的选择。但是最终只有一条，我快乐就好。谢谢木姐。那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的观众朋友呢，大家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啊，你们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木姐的微信公众号，并且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回复爱情保卫战这5个字就可以获得新人礼包。你们俩之间关系我不想探讨了，因为都摆在那儿。我也相信李先生看得懂，49岁，阅历颇丰，但做出如此貌似不明智的举动，
比如说一定要把这个家生饭呀呈给自己的父母、朋友去看，我觉得让我想不通。因为你看啊，就是明显你们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的。即使你通过你的甭管是手段还是方法，然后在一起了，也一定会分，因为太不合适。2种选择，我的建议第一呢，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别谈恋爱，更不要想什么结婚要子，你踏踏实实的先把事业这块做好，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你在一件事情上你都做不成功，你试图也可能会用其他方式去改变现状什么的，这个方向就错了。踏踏实实去创业吧。其实您说的我赞成。对，你只有这一块就是你能真正的站住了，对，你才能有更多的吸引别人的优势吧。是的，而不是说我能给你送饭就能改变的。核心在这里，这是一条路，对吧？是的，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做不了别人的恋人或者丈夫，先做好父亲。对，我给你就这个建议，因为我们同龄人，我也很赞同。对对，其实我们做决定一定要成熟，是我们要明智，我们不要做那些让别人误解或者拧巴的事，自己也不开心的，好不好？是的，是的，加油！谢谢曲总啊，同样也感谢我们今天的2组嘉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你们都回到门后，想一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然后决定要不要出来，好吗？谢谢大家。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第1组嘉宾，他们2个人是否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他们肯定会出来。果然出来了。对比了一下之后，发现老公还可以。有啥想说的吗？你们2个人？我觉得老师说的也挺好的，然后以后的话，我的脾气的话也会改，然后2人互相沟通。对，多多包容，多多理解他。好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啦，请亮灯。抱抱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挺好的。你呢？你可僵硬了，你知道吗？这期节目你俩一定看，看完以后你们感触会非常深的。好，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祝你们生活幸福。谢谢老师。再见，来这边请。好，那我们揭晓第2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告诉一下，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当中的2维码，去添加我们的天使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我们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满满的祝福和心意。赶快行动去赢取属于你们的甜蜜惊喜吧！好，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福慧出来。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好的，是不是啊，陆琪老师？我觉得在哪个年龄阶段都应该要相信爱情的存在。对呀，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将就，不要凑合。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星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非常感谢我们几位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